由 V Novellian Games 开发的 Fetish Locate 值得买吗？这是个人买下搁置一段时间后产生过的疑问。大家好，我是九龙。这周跑完 Fetish Locate Week 1、Week 2，坦白说，最初跑 Week 1前中期时，感到有些后悔。这支好像不是 Steam 上目前可选的欧美视觉小说里我会优先推荐的志愿。那后来为何会改观呢？我静下心去游玩一段时间后，体会到，难怪该作能出到 Week 2，甚至 Week 3正在制作中。该作制作团队 The Novellian Games 从 Week 2起便投入大量心力去增进自身作品品质，且该作无论 Week 1、Week 2能尝试收集的要素还不少。遑论该作探讨切入的主题蛮奇特的，主打探索各种不同面向的乐趣。不过它的画面对话挺有爆发力，假如没经过大量删减，很难播出。或许这也是一个卖点。不仅前述 Fetish Locate 的 Week 2还试图将各种名幻想情境糅合进游戏，另外它也是目前 Steam 上少数支援中文，这次是简体的欧美成人游戏。虽然其翻译中国味十足，故若不以英文或其他语言游玩，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它想表达的意涵。这支小黄油比较适合优先推荐给不排斥特定兴趣，且对游戏前期故事建模包容性较高的朋友。回到个人感想来说， Week 1破完后，或许基于对里头角色的情感认同，会尽快想推完 Week 2。而游玩 Week 2时，由于我兴趣部分选取全开，有时依旧耐不住部分重口味情节，但细心观察不难看出游戏从 Week 2开始逐渐开发出自身与其他游戏的差异，并有迎头赶上其他类似小黄油厂商的企图心。又当 Week 2全破后，我确定自己会跟进 Week 3，并期待 Week 3的新角登场。至于 Fetish Locate 的 Week 3，目前在 Patreon 上已可赞助游玩当前版本，游戏时速约1至2小时，而上架 Steam 应该还要等上好一阵子。接下来会进一步分析这支欧美视觉小黄油的组成。游戏有配乐配音，或许基于重口味需要，配音有时挺狂野的。且 Week 2的配乐配音相较 Week 1时有了更多样化的呈现。而 Week 1游玩时长约 3.5 小时 ，Week 2则是大约 5.5 小时。若要试图解锁全分期或全奖励图，则游戏时速还会再被拉长。实用性的部分一样，因人而异。这部故事口味蛮重，疯狂派对，不少训练课程，有时还挺猎奇，人际关系复杂，所以我游玩这支小黄油时，更多时候还是将注意力集中于故事本身。好啦，应该说，对个人来说 ，Week 1、Week 2的特定桥段时，还是蛮有感觉的。另外，它的美术部分 ，Week 1时人体建模稍显粗糙，有时皮肤胶感较重，同时动画偶尔还会忽视地心引力。好在这些在来到 Week 2后，虽然 Week 2延续了 Week 1的美术风格，但前述问题已改善，且整体美术精进细致，就像是主角外貌设定本身其实蛮入人的。但进到 Week 2后，也不知道他是美颜过，或是玩家看习惯了。总之，比 Week 1的时候来得好看。不过，即使是 Week 2，前期有些角色对话时，表情仍不够生动，难免让人以为该名角色被时间停止器给影响。可是 Week 2后期开始的动画，又呈现出领先其他欧美视觉小黄油的感觉。那些场景里的角色眼睛就会动，且
且与特定角色发生关系时，会有大概5个左右的能选动作。虽然依旧是固定选项制，但那些动作均有搭配不同的台词，就不至于令玩家感到像机械操作一般。并且 Week 2停在刚进游戏画面时，每隔一段时间点击萤幕，画面会轮转一位角色的形象展现动画，非常有心。但还是要说，它的转场动画蛮生硬的。再来说说女角建模，该作脸模抽样特殊，会出现其他小黄油较少出现的样貌。虽然 Week 1不多满足个人偏好的角色，但 Week 2、Week 3新出的角色，连带早先 Week 1时喜欢上的角色，还是令人整体感到满意。何况该作本身出场的角色不在少数，搭配上更多的兴趣取向以及个性差异，让它与相似作品比较，更倾向是让玩家可以在众多角色间选你所爱，爱你所选。而 Fetish Locate 的成员组成多半是各院校的同学们，此外另有法官、律师、咖啡师、调酒师等职业参战，只是有的可能要特定分歧路线才会出现。至于回响部分，游戏内建回放影片 CG 册，游戏里另外还有个奖励图库，能透过开启提示告知你哪些环节选择可能开图。又到了 Week 2， 再加上游泳池功能，能依你开启的路线收集角色加入游泳池。至于前述，若想加速解锁或提前得知选项将导致什么后果，则可以考虑加购 Walkthrough DLC Week 1、Week 2拆卖。而游戏的进行方式采取选择导向制，关键时的分歧将影响你可以选择跳过情节，或能否开出某些戏剧。如果有你不想看到的情节， Week 2起始就能设定，但 Week 1只能在面临抉择时略过。至于场景探索的部分， Week 1没有， Week 2特定分歧路线有，小游戏则是 Week 3才开始添加。然后无论是 Week 1、Week 2计时都采跨天计算，但由于时间转换局限于画面左下一小角，若太过于注重剧情，则很容易玩到不知道哪天是新一集。虽然不知道新一集也不影响游玩就是了。接下来聊聊 Fetish Locate 的故事性与内容。故事性的话， Week 1前期偏沉闷，偶尔掺杂些恶趣味，中后期开始渐入佳境，并将这种好的有深度的内容延续到 Week 2。于是 Week 2的故事有趣上不少，同时甚至连老教授也开始出现存在感。再者，该作存有各式不同类型你所能想象到的各种情欲探索，并借由这些探索再进一步展开不同价值观间的对话。而无论是 Week 1、Week 2都偏好将揪心、谈心的情节放在故事中后段，于是玩到后来我会喜欢上那些后续故事里的温情与欲望并存。至于故事内容，由于题材选择导致整体口感偏咸，通篇故事环绕着兴趣探测器展开。前期探测器诱导学生们去摸索兴趣，但也渐渐成为捆绑他们前进的道具。最后，甚至他们开始爱上这种既痛苦且快乐着的感受。偏偏兴趣探测器为何会出现，又是由谁制造的？这个谜团直到 Week 2结束时尚未解开。而当 Week 3登场时，一切的答案似乎将渐渐浮出水面。同时，这也是三部曲故事中的尾声。若说故事的趣味性，势必来自于主角群的脱线，像是主角依然有位逗趣好友篮球队的 Peter， 异性缘绝佳，但记性却极差。
或是说另外一位有着奇葩爱好的自由凯文。总结来说，游玩 Fate Locator 时，最令人感到振奋的，莫过于操控主角从 Week 1游玩到 Week 2，还能看到其游戏品质呈现如同生命进化般演进，仿佛玩家也共同缔造了这个进程。是以 Fate Locator 从各种意义来说，算是一支慢火细炖型的佳作，推荐给有兴趣的朋友。以上，谢谢收看本次影片。若喜欢本次影片，并不排斥这频道内容比较多元，敬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鼓励我制作更多同类型影片。九龙仔什么？我们下期再会。